各位好，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到 iCloud 加的话题了啊。iCloud 加啊，基本上就是要收费了啊。如果是你一个月6块钱50个 G 的最便宜的收费档位，应该还达不到 iCloud 加的需求啊。要想把这个加号给带上，那你至少需要应该是21块钱一个月啊，也就是200个 G 的这个存储空间，你才能够获得额外的这些 iCloud 加所附有的功能。我个人觉得啊，特别是最近2年，我觉得 iCloud 加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就是今天我选择的要聊的话题，叫做隐藏邮件地址。这个隐藏邮件地址什么意思呢？可能一些比较资深的用户吧，比较懂一点的用户会知道，Apple 最近在推一个功能叫通过 Apple 登录。也就是说，当你下载一个新的 App， 那么第一次打开，它首先要登录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自己再去填手机号、邮箱、密码这些东西了，它直接有一个选项叫通过 Apple 登录。当然我再举个例子啊，在国内很多时候你会看到通过微信登录，通过支付宝登录，对吧？就是这个感觉啊。有一款 App 新下载的，如果你点通过微信登录的话，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跳到微信里面点个同意，然后微信里面的用户名、头像什么就自动过来了。下次你就不用再去记这个 App 的用户名密码了，你直接点通过微信登录就好了。那通过 Apple 登录也是一样的啊。在技术上类似，但是呢，它有一个最本质的差别，也就是说，通过微信或者通过支付宝登录，它是靠把你在微信跟支付宝里面的信息直接传输给那款新 App 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你微信叫什么用户叫什么名字，它这个新的 App 就叫什么名字；微信是什么图标，它新的 App 这个注册用户的时候也就叫什么图标。甚至呢，在国内有一些 App 需要身份验证的时候，也是通过微信跟支付宝进行身份验证。那也就是说，你的身份信息可能包括你的身份证号码啊、出生年月等等这些信息，就已经通过微信支付宝在你的授权下提供给了这款 App。这个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登录。但是通过 Apple 登录呢，它反而是来保护你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你点击通过 Apple 登录的话，你这款软件是不会获得你 Apple ID 旗下的任何信息的。那人家注册这个软件，它又需要至少需要个用户名吧？那你通过 Apple 登录怎么提供这个用户名呢？那么大家其实会发现，通过 Apple 登录，如果你使用过通过 Apple 登录的话，这个用户名就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一个电子邮件，前面可能是数字加字母的什么东西，可能会有一个 private 什么.apple 什么这种类似的前缀，后面 @icloud.com。那如果你用过通过 Apple 登录这个功能，那也就是变相的用过这个密码管理的功能了。这是之前我们聊过密码 App iOS 18的密码 App， 以及之前我们聊过 iCloud 的密码。那如果你之前觉得第一次听说我聊这个功能，但是你只要使用过通过 Apple 登录，其实在后台你已经用了这个功能了。因为在你换了一个新手机，或者是这个 App 删掉了，下次又下载下来，当你再要登录的时候，你再次的选择通过 Apple 登录，它就会自动的调用你第一次通过 Apple 登录的时候帮你生成的那个人类记不住的邮箱地址，帮你进行登录。其实这个人类记不住的邮箱地址就已经是一个变相的隐藏邮件地址的功能了。即便你不是 iCloud 加的用户，你通过使用通过 Apple 登录这个功能，你也在使用隐藏邮件地址这个功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变相薅羊毛的方式啊。你可以到这个设置密码里面去看一看，如果你有之前用过这个功能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些 App 对应的私密的专属邮件地址的。那隐藏邮件地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比如说有一些网站或者有一些 App 它不支持通过 Apple 登录，但是你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要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你对这个网站或者这个 App 又不是那么100%的信任，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了一个选择。那隐藏邮件地址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使用自己的邮件地址去注册这个网站或者去注册这个 App， 而使用隐藏邮件地址功能，通过 iCloud 加为你临时生成一个全新的邮件地址，用这个新的邮件地址去登录这个网站或者 App。那你可能会说，很多时候这些网站或者 App 是要求我收验证码的，或者电脑用户一般都会比较熟知的一个操作，就是新用户当你填好了邮件地址之后，还不算注册成功啊，你要先去你的邮箱里面去收邮件，你会收到一个叫做激活邮件，类似于那上面有一个激活的按钮或者一串网址，你在那个激活邮件里面去点一下这个按钮，只有你到你自己的邮箱里面收到这个邮件之后，你才能够找到这个激活按钮或者这个激活网址。那么你点一下之后就是这个网站或者这个 App 知道你不是瞎填的你是真实的填到了自己的邮箱，因为我给你发个邮件你收到了嘛，那这个时候才算你注册成功。那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你仍然可以通过隐藏邮件地址去使用一个随机生成的一个邮件地址去进行注册的。因为隐藏邮件地址虽然这个邮件地址的纸面这个明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你记不住也看不懂的这么一个地址但是如果有人往这个地址里面去发邮件的话，他会直接的帮你转到你的 iCloud 邮箱，就是你的主邮箱。所以如果大家有用过这个功能的话，你可以留心一下，在你的电子邮件的 iCloud 收件箱里面，当你打开一封电子邮件的时候，如果这封电子邮件对方不是发给你的主邮箱，而是发到了你的隐藏邮件地址的话，那么在他的这个收件人这一栏里面，他写的是隐藏邮件地址，那你就知道这个对方其实他不知道我的真实邮件地址，他是通过那个我虚拟的一个替身去发给我的。那这样的操作其实对我们普通用户的隐私保护是非常非常有利的那我自己的一个案例分享在国内的时候，可能你会注册一些梯子之类的，那么科学上网嘛，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你也不知道谁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稳定的，对吧？那很多时候我就选择用隐藏邮件地址来去注册。那很多时候你注册好了，可能某一个这个提供商倒闭了，跑路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存在泄露你的这个注册信息的情况。那么你这个邮件呢，就会频繁的会收到一些广告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当时使用的是隐藏邮件地址进行注册的，这个操作就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到你的设置里面，把这个邮件地址给撤销把它给删掉取消，让这个邮件地址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通过这个邮件给你发邮件了。现在我基本上注册一些甚至包括政府部门的一些网站，我也偏向用隐藏邮件地址，因为这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除非可能是好朋友问我，或者是你面对面问我比较信任的，我能够判断的，我就直接告诉你我的真实邮件地址。但凡是网络申请可以的可行的情况下，我都会偏向去使用 iCloud 加自动为我生成的这个虚拟的邮件地址，它完全不影响我去收邮件。就是我个人是通过一个方案去判断你注册这个网站或者注册这个 app 之后，你有多大的概率是你会主动给他发邮件？99%没有。如果你不会主动给他发邮件，
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隐藏邮件地址来进行注册。但如果你告诉我们的一个好朋友，或者是你一个合作伙伴，或者你的客户你的邮箱地址，那你们是有互相的邮件来往的，往来的，你不光要收他的，你还要发给他，那这种情况下你还是用真实的会比较好。但是对于一些机器管理的不是真人在后台的，你就用这个隐藏邮件地址，其实对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你不用担心记不住这点如果搞不太清楚，回去看我讲密码那一集那所有的隐藏邮件地址都会被记录在密码当中，不管是设置密码还是密码 app 都会记录在这个里面，它会一一的帮你进行对应的哪个网站哪个 app 虚拟的是哪个地址都可以，甚至有的时候你懒得再生成了，你就去设置里面找一个，然后直接去填也可以，但是这个就需要你脑子自己记住了这个不太推荐所以如果你习惯了通过密码 app 或者是 iOS 自己的设置里面的密码管理功能去管理你所有的网站跟密码之后，那么这个隐藏邮件地址你就会非常的得心应手所以讲到这儿，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些题外话，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使用现代的这个科技产品有很多时候真的是脑子负责控制，当然这个废话就是并不是说很多用户他不想用这个功能，而是从认知层面，大部分的普通用户他没有一个可靠的渠道去了解到现在这个新出现的功能它到底是咋回事这个东西咋玩他就不知道，所以呢他不知道呢，他就没有办法去用一种新的模式去玩这个科技产品，那他的使用习惯就没有办法转移过来。所以在现在这个网络诈骗电信诈骗这么频繁的年代，仍然还会有绝大部分的人在用纸跟笔记密码，或者是变相的纸跟笔。什么叫变相的纸跟笔？就是把用户名密码记到备忘录里，记到手机的备忘录里。其实这跟纸跟笔没什么大差别嘛，只不过是一个是实体的，一个是数字化的而已。你从习惯上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改过来。那如果你不经过一些比较深入的学习跟了解的话，其实你是很难说服自己说让机器人帮我记密码，这靠谱吗？你很难说服自己。但是你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你基本上就起码对这个找一个机器人来帮你管理密码这件事情有一些最基础的认知了那你以后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往这条路上走，那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我是一个这个指路的灯，是个灯塔，但是你往不往灯塔这儿走，那还是跟那个船长有关系，你是船长我的任务是给你照个亮就好了，至于你来不来亮这边，那每个人自己做决定你也可以看到，你可以往别的亮那边去也可以那我的意义就是于此吧好，这个是跟大家聊一些题外话。那我想今天这个隐藏邮件地址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那一样的也是欢迎各位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或者是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在评论区可以继续互动。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